俗话说8月不种菜，10月没菜吃。今天我们就把我培育的秋菜苗赶紧给移栽到地里边去。今天天气特别的好，现在是下着毛毛的细雨，一会儿的雨可能会大一些，这样的话连定植水都省了。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之前做的基菜共生的菜笼，现在又派上用场了。这些是我们培育的秋菜的菜苗，基本上已经3周多了。前2天把它拿到这里边来练一练苗，这样的话早点适应外边的环境，今天就可以种下去了。这边我们培育了白菜、娃娃菜、生菜。这边这盆是紫叶莴笋，这一盒里边是菜心儿。下边的鸡笼补养鸡之后也派上用场了，有些菜苗就直接给放在鸡笼里边了。看看里边的菜苗，小鸡搬走之后就可以拿来育苗用了。长得最好的就是这个大白菜苗了，看看郁郁葱葱的。远处的那一盆是莴笋，这边这个是娃娃菜，这边的是白菜的菜苗。我们今天把它都种下吧。来，把菜苗搬到地里边，我们就开始移栽了。哇，看看这盘生菜苗长得也是相当的不错。这盘菜心儿得赶紧种下去了，不然该抽苔了，老在育苗盒里边。我们先把4盒苗移栽下去，等会儿看看如果雨下不大的话，我们再来把剩下的3盒白菜还有娃娃菜也一起给移栽了。看看丽丽把雨披都给穿上了。我提前把地都平整好了，滴灌带也都铺好了，并且提前打开了，让滴管滴一下水，一会儿刨坑的时候方便一些。哎呀，我跟丽丽一般分工也都挺明确的，一般就是我来刨坑，然后同时丽丽来把苗给分出来，之后我们撒底肥，然后一起来移栽，这样很快就可以种好了。我这次刨3排啊，我们一般是2个滴灌孔刨1个坑，这样的话间距大概是12到16英寸左右。这样的话可以沿着2条滴灌带种上3排，也不会显得很密。刨坑的时候就尽量的离滴灌带稍微近一点。像我这个地势还是有点不平坦，就是这边稍微低一点，所以我主要就是沿着这边先刨坑，刨完了之后，然后这边刨坑，最上面这边离滴灌带要特别的近，这样的话大家都能够享受滴灌浇水的好处了。刚才丽丽问我给这些生菜呀、菜心儿啊、白菜呀，还有莴笋之类的施底肥，要不要用我们以前给瓜果用的344？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就用这种氮含量高、磷钾含量低的鸡粪肥，或者这种 Plankton 这种有机复合肥就可以了，不需要再额外加一些其他的平衡肥或者是磷钾含量高的。哪怕像莴笋这些长茎类的，按我的实际经验，这种鸡粪肥也都是足够了，基本上抓一把给2、3个坑施这个肥就足够了。如果是生菜和菜心用的肥料就更少，抓一把可以给5、6个坑平均施用。鸡粪肥不多了，丽丽又抱来一袋。我们种这么一大片地，还是需要挺多的肥料的，大半袋可能就没了。我先刨好一部分坑，这样的话我施上底肥，丽丽就可以分完苗之后先移栽一部分了。我现在前面是按照种生菜的这个量施的肥，等会儿你要是种莴笋的时候，我再把每个坑里稍微多撒一点，到时候告诉我一声。分苗这种细致活还是需要丽丽上手。我接着继续往后刨坑。之前有朋友在视频下面留言说，你拍视频的时候怎么总是气喘吁吁的？实际上就是肺活量再大，干很多活之后站在那儿，这个气息也是很难平息的。基本上我已经是很尽力的去平缓这个呼吸了。
但是因为是实实在在是在干农活啊，这个肺部的呼吸还是忍不住要多喘几口气儿的。其实我肺活量算是比较大的了。我如果什么时候能练到刨完这几百个坑，然后一点也不气喘，那这身体就好了。丽丽已经把菜心分好了一部分了，现在正往苗穴里边放苗。我的坑刨了大概有2/3左右了吧，一会儿应该很快就刨好了。去年的视频里边有很多朋友也留言说，你这个有机肥或者是鸡粪肥直接放下去之后，把苗直接放里边，不会烧苗吗？我们已经种了很多年了，确实是不会烧苗的，完全没有问题。丽丽刚才说，如果有时间的话，你把肥和土稍微混合一下，再把苗放进去，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没有时间的话，是按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当然你得注意你用的肥料是不是这种充分腐熟的有机复合肥或者是鸡粪肥。基本上你要是用的是类似这样的鸡粪肥或者是这样的有机复合肥，那肯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其他品牌的鸡粪肥或者是有机复合肥，我们以前也都试过，基本上也是没有问题的。我再接再厉，把剩下的坑赶紧刨好。现在是干农活干出经验了，刨坑啊、移栽呀，其实速度都还挺快的。这么一大片，也就是晚上下班的时间，一会儿就弄好了。今天我们趁着是马上要下雨，还省到一道工序，就是不用浇水了。就快弄完了，这一个姿势时间久了，胳膊还是有点酸的。现在所有的坑都挖好了。现在视频上显示的时间是32分58秒，就是从我们刚开始把苗端过来，一直到现在，大概是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左边这一片现在还是光秃秃的地，我们种的是豌豆，各种豌豆，主要是用来吃豌豆苗和豌豆尖的。现在还没有出苗，等下几场雨之后，应该是就能出苗了。左边这一块用黑塑料布盖住的，下边都是杂草。这块地我们去年基本上就没用上，今年还是没用上。后来长了杂草，我本来应该是早一点，春天的时候就拿布盖住的，但是一直也没有想起来。后来大概是前一阵子，我把草稍微除了除，把塑料布盖回去了。这样的话，这块地明年就能用上了。我菜园这片地都是这几年逐渐累积下来的。就是每年开垦一块，每年开垦一块。当时是年纪比较小，然后最早的时候其实是还没有小孩，那个时候是有的是时间。现在有了2个孩子，然后自己年龄也大了，好像感觉没有精力能打理这么大的地了，所以就是只能把其中一半或者是多一半暂时先给它盖起来。这样的话也可以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轮作，就是地大的话可以轮流种植。不过有机种植的话，还是得勤奋，而且要讲究方法方式，讲究策略，不然的话也是杂草丛生，草越多越没法处理。我抓紧时间把剩下的地方都撒上肥料。这么一大片地，大概是用掉了半袋子的肥。一袋是50磅，半袋也就是大概是25磅的肥料。这个肥以前我买的时候卖10块钱一袋，现在要卖21或者22块钱了。也就是这片地的有机鸡粪肥的成本大概就是10到11美元左右吧，还可以。现在是过去了有45分钟，我前期的挖坑和施底肥就都弄完了，现在我也该开始分苗了。分苗还是比较费时间的，要花点功夫。这次分苗前没有提前控水，正常来说，提前1、2天如果不浇水，让它稍微干一点，这样的话把底下捏一捏、拍一拍，然后就可以直接掉出来了。
莴笋苗有点太湿了，一会儿还是交给丽丽吧，我来分这个白菜的苗。我还是比较粗放，这个白菜稍微的好一点，根系发达一些，然后也没有那么湿，我直接使劲的拍托盘底部都给它拍出来了。这样的话能省很多的功夫，不然的话一颗一颗的分苗实在是有点太费劲了。看一下这一盒拍出来的苗，虽然是有点脏，但是丝毫不影响种植。分好的菜苗先丢进这个坑里边。等会儿统一的给它埋土，这样比较快一点。这是丽丽非常细致的分苗法，一颗一颗分出来的苗，比我刚才拍出来的还是要整齐多了。不过缺点也挺明显的，就是速度非常慢，得考验耐心还有细致。我一会儿还是用我的办法把另外一盘白菜给它拍出来，大概也就是30秒就拍出来了。这莴笋的土太湿了，根系也没有白菜那么发达，所以莴笋是没有办法拍的。如果再养上2天不浇水的话，应该是用拍苗法拍出来，也是比较省时省力的。把苗在苗穴里边摆好之后，盖土就比较容易了。就这样迅速的把根部覆盖住就行了。移栽苗的时候，最好就是3下，左边扒一下土，右边扒一下土，然后轻轻的摁一下，这样的话比较快速，不需要其他多余的动作。这一盒大白菜一会儿功夫就移栽好了，我去移栽莴笋苗了。莴笋苗分的差不多了吧？莴笋苗已经分好了1盒半了，我这就把它移栽下去。我还是先把刚才放好的生菜的土给它埋上，等一下时间长了根儿干掉了就不好了。如果要是不是明确知道一会儿要连续的下很长时间的雨，而且看天气预报今天晚上下雨，明天也会下雨的，所以我们就不用浇定植水了。否则这些苗移栽完之后要马上给它浇上充足的定植水，尤其是像这种生菜苗，缺一点水的话就长不好了。现在已经是1个半小时过去了，我们已经种好了菜心，种好了生菜，还种好了1盒大白菜，剩下还有2盒莴笋，还有2盒其他品种的白菜、娃娃菜。我们大概预计可能半小时应该就能种好了。现在先把莴笋给它种下去。